就有这么一类人啊，就是他们关心别人是事事有回应，但是却被称为最冷漠的人。因为他们非常善于表演和伪装，表面上看起来特别温柔，能跟每个人都相处特别好，但实际上就这种人骨子里边特别清醒，就但凡在感情里感受到一点不对等和失望，就马上开始疏离对方，然后拉起一个警戒线去自保。所以说你跟他们谈恋爱前期你会觉得特别累，因为他们从来不会主张你，甚至会让你觉得特别有距离感，很回避。但实际上这些都只是他们用来自我保护一种方式，一旦你能被他们认定，他们就会特别珍视你，可以无私奉献，就什么事儿都会站在你的角度上去考虑，全方位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要什么给什么，非常愿意妥协和退让。这种人就是什么 MBTI 16型人格里边 INFJ， 也被叫提倡者人格。就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我在乎的，一种是我不在乎的，所以他们对感情是非常苛刻的，有着非常强烈的精神洁癖，就渴望理想上的一种灵魂伴侣。一旦你能被这种人认可，走进他们的亲密圈子里，那你就会感受到他们特别极端的这种爱情。就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人格呢？简单来说，就是 INFJ 它在形成是因为原生家庭里边存在一个控制欲或者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养育者。就打个比方吧，有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妈妈，喜欢干涉孩子的生活，然后经常打着我都是为你好的旗号，忽视 INFJ 的真实想法，逼迫他们做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儿。一旦 INFJ 反抗了，他们就会渲染自身的苦难，然后对孩子进行道德绑架，站在父母的道德制高点去隐性的 CPU 孩子。而在这种环境成长下的 INFJ， 他们想要去生存下来，就必须要去放弃没人在乎的个人情绪，然后修炼成一个随时可以迎合他人，为对方需求为主的一个工具。这就导致什么呢？他从小就认为真实的自我是不重要的，他们必须要去放弃自己的需求，迎合妈妈的喜好才能生存下来。这一点他跟 INFP 是不一样的。 INFP 的原生家庭可能同样是充斥着控制和打压的，但是他们不会丧失自我。而 INFJ 呢，他会在这个过程里慢慢的放弃了自我意识，于是习得这种生存模式的 INFJ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具备很多种人格，针对不同的人定向的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习惯的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上，然后自我意识也比较弱，有点无欲无求。而他们表现出来的特质呢，就是欲望很低，容易被道德绑架，并且能包容别人。所以你会发现啊，几乎所有的这种人格的人都喜欢和 INFJ 交流，因为他们可以随时的转变成你最懂你的这个灵魂伴侣，并且还会结合你当下的状态去提供非常可行的建议。还有一点什么呢？他的父母的情绪不稳定，随时会爆雷。就通常他们上一秒可能还有说有笑的，下一秒就会因为一件小事给你大发雷霆，甚至会不断的贬低指责孩子。在这种混乱的家庭模式里长大的 INFJ， 他们会在精神上非常的矛盾，因为他不知道父母到底爱不爱自己。父母有的时候吧会尽全力的给他们最好的照顾，但是又很少跟他们有精神上的交流，甚至是说什么呢？ INFJ 还很难从父母嘴里听到对自己直接的夸奖和爱，所以他们经常一方面非常讨好父母，讨厌这个家，想要去逃离这个原生家庭，但是一方面呢又因为父母对自己好一点，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这就导致什么？ INFJ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矛盾体，他们特别容易内耗，特别拧巴，就既想要孤独的自由，但是又离不开人性的这个温暖。同时他们特别害怕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因为他小时候的经历让他自身是有点割裂的，就既渴望能有人来爱自己了解自己，但又不相信有人会真的无条件的爱自己。所以他们通常就是一边渴求理想化的灵魂伴侣，但是又一边呢坚定的认为自己会孤独一生。你说这种人他理性吧，他又偏偏有着很强烈的利他精神，会不自觉的体恤别人的苦难。但是你要说他感性，他骨子里有特别的人间清醒，他对很多事情看的是非常透彻的，以至于他是很难上头的。所以对于 INFJ 人格来说，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内在冷漠，而是因为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很难乐观积极的去主动跟别人创建关系。而他们之所以会给人表现出一种淡淡的疏离感，也是因为他们长期被迫的接受了外在的强势干预，导致他们习惯性的自我保护。你可以说啊，就但凡觉得 INFJ 冷漠或者凉薄的人，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走进 INFJ 的内心，所以 INFJ 是根本就不在乎的，也不轻易的给他们付出。而一旦你能真正走到 INFJ 内心了，他们会用一种燃烧自己的方式来爱你，明白吗？就是 INFJ 是那种看似特别理性的，但是他情绪非常充沛敏感的存在。想要跟这种人好好谈恋爱啊，那就一定要真诚，你要接受他们的全部，并且尊重和欣赏他们，否则这种人会暗暗的给你减分，然后头也不回的马上给你抽离，听懂了吗？